初一50年代的报纸上面有所刊登啊，讲的就是9·18事变的真正的元凶是谁？爱新觉罗氏啊，叫什么名来着？你们自己记性好一点的，你们自己去找啊。爱新觉罗氏里面的人，邀约脚盆的侵略者啊。9·18事变的元凶当中就包括了爱新觉罗氏，这是我们50年代的官方报纸上面公开刊登的内容。就到这儿了，对吧？就这么样。我想问一下，应该不会有人在这个里边说什么所谓的断章取义吧？因为但凡你去表达一个内容，对吧？只要不是把从头到尾全部都放出来啊，不，我的意思就是他那场直播从头到尾全部都放出来，理论上面来说都会有人说啊，这里边是不是有断章取义？那么我看到的切片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认为在这一段切片里边应该表达的意思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有没有一种理论上面的可能，胡律师还是比较严谨的啊，就其实这一段也是被断章取义的，人家更完整的过程实际上面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真有这个意思的，如果是真有这种可能性的，你们有谁知道的可以上来跟我讲。但是如果没有所谓的被断章取义，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一段话完整的表现出来的内容，我只能说是离谱至极。我操，真的是离谱至极，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干嘛。就是洗白小儿子吗？他到底是单纯的洗白小儿子，还是说对于满清的这么一个厌恶已经到了我宁愿拿洗白小儿子这种方式我都要去喷你，就是你比小儿子还过分，就是我为了黑你，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更离谱的东西，我拿一个所有人都认为是离谱的东西跟你去进行对比，那个所有人都认为是离谱的，都认为是畜生的东西，他都没你那么夸张，那就证明你是更厉害的。所以我理解不了他到底是纯为了洗白小儿子，还是说对于满清的这么一个厌恶已经到了就是我宁愿用洗白小儿子的方式也要去抹黑你了。我理解不了。我相信为什么我说我不需要单纯的出一个视频去讲这个内容了吧，因为太直白了呀，太明显了呀。你让我去进行反驳，我能说出来比弹幕上面现在很多人觉得更深刻的东西吗？我觉得我说不出来，因为太简单了呀，这东西就跟论证1+1等于2一样，对吧？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说出来了啊，小儿子，我们跟小儿子没有很严重的世仇，或者说在9·18之前，对吧？没有很严重的世仇，或者说他说的什么小儿子是在9·18之后才变坏的，是在9·18之后才变坏的，以及9·18的元凶，大家记住元凶，什么叫元凶这个词儿？元凶这个词儿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这个完全可以百度一下，翻一下新华字典嘛。9·18的元凶啊是爱新觉罗这边啊，我是真觉得服啊。我们先说第一个，我们小儿子是在那个时候变坏的。我靠，9·18之前发生过多少事儿了？但凡接受过9年制义务教育的，发生过多少事儿了？就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直说着什么永乐大典的，对吧？那个明朝，哇，倭寇这个东西，对吧？沿海倭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戚继光打的是谁？万历3大征是怎么样在朝鲜，对吧？跟那个日寇去进行那个抗争的？这不都是就哪怕是在明朝都发生了这个呀？我们哪怕发生在近代，甲午海战、旅顺，就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想的呀。我是完全理解不了他是怎么能说得出来在9·18之后小儿子才变坏的，那意思在这之前是好人，就算不是好人也是普通人啊。这个时候干了这么多事他就说普通人了，平时说满清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呀？我靠，我是真觉得离谱啊！我是真觉得离谱。这是第一个，这只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9·18的元凶是爱新觉罗啊，是因为这边的邀约小儿子才来清华的。我这周他妈直接要骂人了，我靠，真要直接骂人了。因为我就是爱新觉罗这边说，我相当于是我们这片土地上面有人邀约小儿子才来清华的，这他妈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呀！
啊，我是真不知道能离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里面是这个样子，他还专门说了一个，说什么建国初期的报纸上面是有刊登。我实话实说，我当然是不可能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报纸，哪一个日期上面的哪一个文章，这个文章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对吧？就根据他说的这个信息，我也没办法去查呀，他也没说出来具体是哪个报纸哪一期什么样的内容啊。但是就根据那个内容，我只能说，也许确实是有历史资料论据能够说明，在日本侵华这一点上，918侵华这一点上，可能我们内部是有人跟日本进行合作，或者说去进行配合的。那么废话，你整个侵华期间哪来没汉奸呀？那这能说明什么？那只能说明汉奸坏，但是能说明这个代表说什么就是918侵华的元凶不是日本吗？日本是应邀约而来的吗？这玩意儿就好像他妈日本侵华的时候还有汉奸呢，汉奸确实是在配合日本，那怎么着？整个他妈日本侵华其实都是汉奸的锅，汉奸他妈诱惑日本的。我是真理解，这逻辑上面都说不通呀。我虽然没看过他说的文章，对吧？我可以明确的这边说，这篇文章即便真有，我可以在这边讲，我可以前瞻啊，即便真有他说那个资料，最多也就只是说，当时可能比如说伪满政府跟日本有勾结，如何去进行侵华，那只能说到这一步呀。我也不否认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代表说918侵华的元凶是伪满政府吗？日本不是元凶，邀约了就来了。所以说这个离谱是真的离谱到这种程度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玩意儿我就突然想到了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一些那个什么大侄子的那个视频，或者说在某一些视频的这么一个评论区会看到这样一种团建，说什么期待天兵降临，期待美国的这样一个手术啊，外科手术，期待外科手术可以成功啊，这边的话欢迎外科手术，然后什么欢迎天兵到来等等等等。哦，那回头哪一天那么阿美利卡真侵略我们这边了，然后回头说是应我们国内群众的邀请啊，美国这边才来侵华的，所以元凶不是美国，元凶是我们这边，这不找打吗？这不找骂吗？哎，我是真的服气，这个我是真的服气。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专门去出一个视频去讲，因为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要反驳它的内容，甚至支撑不起来我平时视频的那么一个内容的长度，太过于直白了，我都没法跟你们去进行深度论证他这话到底哪边有问题。他甚至不是在暗戳戳的夹带私货，就是这么直白呀。我这边我讲完了啊，我讲完了。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有段？我非常好奇，有谁能上来？哎，我相信这几天跟我对线的很多那个黄汉粉里边啊，很多自称是黄汉的人里边，肯定是有他的粉丝的，我相信。哎，我非常希望啊，我非常希望，这个时候千万别切割，千万别切割啊！我非常希望有是他的粉丝的，自称是黄汉的人，今天依然上来跟我去进行交流，然后最好你们是维护他的，我很想听听看如何维护，相当于是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看，哎，这个话到底还能怎么解读？54到9点10分之间的内容吧。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们这个，因为我今天也没，因为这个昨天熬夜熬得比较晚，起得比较晚啊。但是应该是不知道有几个版本的这个视频出来，但前面的话也是蛮炸裂的。如果结合前面的话看的话，其实后面我也去简单搜了一下，因为我不是法律专业的，我看应该是，我看他这个2个平台的在线观看量应该是到了8000多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其实现在按我村的现行的这个 F 率应该是能够。昨天洗本子越来越抽象了。我实话实讲，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因为你要知道他在网上面的粉丝量是不少的，对吧？吃瓜这个人其实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就有人跟我提到他了，
他当时的粉丝量没有那么多，但是他的粉丝量涨得比我快多了。但有一说一，互联网上面又有几个人粉丝量涨得比我还慢的呢？那不，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当他的粉丝并不是一夜暴增的。如果说他的粉丝本身是一夜暴增的，对吧？他把握不住。今天全账的概率真不低哎！感谢家里疼，感谢家里疼啊。就是我操，就他的粉丝也不是一夜暴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做了一段时间的互联网了。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对自己说出去的话，到底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按理说应该是有点预估的。你别说在直播间里面口不择言啊，还是怎么样，我个人认为是有点预估的。就他说出来这种话，真的只是单纯的感谢 KVFT 和徐总，真的只是口不择言，然后说得出来了，还是说我其实会有点疑惑。你看平常我在直播间里面去讲某些话，我是能够意识到的。我经常会叠加，大家没有发现吗？我经常会叠加。很多人都说我这边会说什么长难句啊，还是怎么样？那我为什么要说长难句啊？我为什么要叠加？因为你稍有不慎，你哪怕一句正常的话，都很有可能被人，对吧？去断章取义，去进行恶意解读，怎么样的。更何况你说的本来就是真的可能会有问题的话呢？我觉得一个主播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素质的呀。对的。其实昨天听下来，我觉得他这个话，即便我不是一个学这个 F 的人，但是我都知道他已经在碰红线了。因为可能你们看到的那个视频不是很连贯的，但是从他这个昨天晚上8点54分到9点10分之间的这个言论的话，确实是有点太伤害我们的感情了。所以我在想，问的是，其实我想直奔的主题就是，假如说不是这个人，假如说不是今天这个事情，假如说另外一个人在这样的这个平台上面公开的发表这样的言论的话，在我村现行的法律当中，他会以怎么样的量刑标准，或者会？我真的跟你讲，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就是你要说追究刑事责任，我记住啊，是追究刑事责任。他目前这段话的程度，就是可能性是不大的。很低啊，甚至不能说不大了，是属于很低。所以说不要往这个角度上面去进行考虑。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就是对于言论管控，虽然一帮大侄子在那边带节奏啊，但是我们对于言论的管控没有那么严格，不会因为他在网上面就说这话就直接把他就只针对于他目前说的话，他后续会不会又说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那如果他真的违反了一个那个什么音乐保护法什么之类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只能说在目前他说的这一段话的程度，确实很难说就追究他刑事责任了，可能也不高。但是他这段话有没有可能被平台去进行管理，那就要看这段话本身后续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传播度、传播范围、造成的舆论影响等等等等，最多是以平台的规则去进行处理，最多啊，而不是说一定。那我就明白了。好，谢谢，我就连麦到这儿啊。感谢春风不度。他是洗稿的，会去墙外找那种文章，原创都不是他。这个我听到过这样一个观点。下面我来真的我下面客观的分析一下，我为什么会认为他昨天在直播间里面讲这段话有点奇怪。我就这么跟你讲嘛，要么就是真的是他真情流露，这个就是他本来的立场。我觉得即便是这样，他昨天讲这个话也很奇怪。我来跟你讲，首先他主要吸引的粉丝是哪些人？他主要吸引的粉丝黄汉居多，对吗？他一直在那个从各种角度去抨击满清，那吸引的最多的肯定是黄汉。而我昨天对于黄汉这个群体的一些个人感官的分析，大家应该都知道吧？1450为主，带着一群250，而这群250里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昨天就说了这一点？这群自称是黄汉的250里边，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那个什么觉醒呀、觉醒者、反思者、什么开启明智者等等等等，文明的，一天到晚呐喊文明的，这些个顶个都是反贼啊！我这边难得说个暴论啊，就是这些人可能不能说个顶个吧，就你但凡看到那个什么自称是觉醒了的，自称是反思了的，然后这边标签里边、对吧，简介里边张口闭口必喊文明的，就这些人，对吧？大家应该有数，个顶个是反贼。但是自称是黄汉的人，跟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认为啊，跟他们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自称是黄汉的人里边有很多其实很有可能真的是爱国的。
你们能相信我这个吗？只不过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真正意义上面的爱国，他们会真觉得，哎，黄汉是我以汉族为骄傲，我以汉族为自豪，而我们这边又是以汉为主体民族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我所谓的黄汉，那就是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其实我是爱国的，你懂吗？很多250级别的黄汉是真的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他只是不懂什么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观而已。所以说吃瓜一段时间，他甚至会被某一些人去批判，就说啊，他也是夹头嘛什么的。我是看过这样的评论的，因为为什么他同时也在搞那个什么啊，什么永乐大典嘛，对吧？什么也在说什么外国的什么西方的很多东西啊，都是假的嘛，都是学我们这边嘛，抄我们这边的嘛，他也是有这样的观点的，对吗？所以说，很多看他的人是他的粉丝的人，就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反而会觉得，哎，我看他是因为我爱国，我喜欢他是因为我爱国，懂吗？就是纯纯粹粹的有这么一拨人，但是但凡一个就是没有清晰的爱国概念，没有正确的史观的，就这些人，往往他们同时也会是一个什么？往往同时也会是有比较极端的对小儿子的情绪的人，能理解吗？我这说的应该没毛病吧？就是这种人往往也会有比较极端，记住是极端的，一定要记住，我再叠个甲啊，别老说我他妈出长难句，是比较极端的对小儿子有情绪的人。对一个中国人对小儿子有情绪非常正常啊，我说的是极端的对小儿子有情绪的人。至于到底什么叫极端，这不是重点话题啊，现在就先不讲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以他目前所吸引到的粉丝的这么一个群体，他在直播间里边又拿着说着这种真的是可以说是洗白小儿子的话，我理解不了他是怎么想的。真话，我理解不了他是怎么想的。